如果不是被监控拍摄到，谁也不敢相信这恐怖的一幕。拍摄地点位于南非开普敦，此时一名女子正在等待出租车的到来，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I had my phone in my hand. Actually, I cracked my screen guard by squeezing my phone so tight. Oh, wow. And I had my handbag. Normally it's over my shoulder, but I just had it like between it, and I had like clutched it like this. And yeah, he just kind of tried to push me toward the car. So he actually didn't even try to take my phone. And the next thing, the door flung open, and there was a man inside that tried to pull me in. And he just said, "You're coming with us tonight, lady." And luckily I'm strong, so I just elbowed him and wriggled around toward the back of the car, but screaming. And what came over me was this lion's roar. I didn't scream from my throat, I screamed from my belly.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女子为何会贸然靠近一辆陌生车辆，而且显然不是她提前叫好的出租车。不过好在她侥幸逃过了一劫，如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在此，这段视频也给广大女性提了个醒，碰到可疑的人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多留个心眼。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是路边监视器捕捉到的画面。监控画面中显示的是在乡村的一条小路上，一名男子从摩托车上下来后，径直朝路边走去。就在这时，一名身着红衣的女子与他擦肩而过，可男子仿佛完全没察觉到这名女子的存在。更诡异的是，这名红衣女子的身体呈现出半透明、忽隐忽现的状态，犹如鬼魅一般。有人猜测，这或许只是摄像机出了故障。但让人困惑的是，如果是摄像机成像方面的问题，为何画面中的白衣男子却清晰可辨呢？那么这段监控所拍摄到的，难道真是传说中的阿飘吗？一个女子前往医院探望母亲，在母亲被推进手术室时，她留在病房里休息等候。就在这等待的期间，她突然发现病房中出现了奇怪的东西，于是便赶忙拿起手机将其拍摄下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黑色雾状实体快速从镜头前掠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难道会是医院里已故病人的灵魂吗？有人认为，医院本就是生死交替、离别频发之地，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此离世，出现各种超自然现象也不足为奇。这是墨西哥的路边监视器拍摄到的离奇的一幕。如你所见，一匹半透明的马急速奔驰而过，马背上似乎还坐着一个半透明的人影。视频上传者表示，这应该是墨西哥民间传说中的恶灵骑士。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它是幽灵，为何会有影子？上传者解释说，当灵体的能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便能显化为实体形态，而实体自然就会产生影子。毕竟，人眼之所以能看见物体，是因为物体可以反射光线，若没有影子，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它。那么，这拍摄到的真的是超自然现象吗？这是国外某家酒吧的监控记录下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
画面中，一个酒杯在毫无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竟自行悬浮于空中，随后还自行斟满了酒，就好像是有个隐形人正手持酒杯，悠然自得地为自己倒酒。这离奇的一幕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可思议。有人调侃道，这也许是一位老顾客回来喝最后一杯酒了。那么关于这离奇的一幕，你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吗？2016年初，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州的一所学校遭遇了大范围鬼上身的离奇现象。起初，有几名学生情绪失控，言语混乱，表现得极为恐惧，不断声称在学校里发现了一个恐怖的黑色阴影。这个阴影如同鬼魅，飘忽不定，无人能看清其真实面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老师都声称目睹了这一幽灵的身影。黑色阴影的出没地点不断增多，从教室到办公室，再到洗手间，学生和老师们纷纷出现异常症状。有人双手发麻，思绪飘散，有人感觉被一股沉重力量抓住，更有人声称遭遇了黑色幽灵的侵扰，幽灵试图占据他们的身体。随着传言的愈演愈烈，学校不得不暂时关闭。校方邀请传教士诵经驱魔，当地教育部门也派遣辅导员到学校安抚师生情绪。幸运的是，被附身的师生们不久后均顺利恢复。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这类鬼上身事件并非马来西亚独有，全球多地的学校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大范围事件。2022年，墨西哥再次上演了同样的恐怖剧情，227名中学生神秘晕倒。令人诡异的是，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无人知晓为何相距甚远的学校会同时出现这种怪病。在联邦第1公里中学，怪病再次被误认为是闹鬼事件。12岁的 Esmeralda 从卫生间走出时突然晕倒，全身抽搐，他的朋友紧随其后也晕倒在门口。接下来的1个小时内，学校又有9名女孩和1名男孩在教室、洗手间和庭院中突然倒下。此外，还有22名学生出现了呕吐和头痛等其他异常症状。2周后，墨西哥北部边缘乡村博奇尔的一所中学也至少有68名学生出现晕倒、呕吐症状，数十人因此住院。1名受影响的女孩向媒体描述，事故发生时，她感觉嘴里像爬满了蚂蚁。随后的2个月里，墨西哥相距上百公里的4个州中，至少6所中学发生了大规模晕倒事件，227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大多数是女孩。这一事件震惊了墨西哥总统，他要求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定期更新政府对晕倒事件的调查进展。各种理论和假说层出不穷，细菌性疾病、有毒烟雾、未处理的污水混入学校、贩毒集团在学校搞事。然而，后续调查却逐一排除了这些可能性，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类似的事件同年9月份在菲律宾再次上演，250名学生在宗教仪式上集体中邪，其中135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几名学生瘫倒在塑料椅子上，有成年人在旁煽风安抚。1名女孩被抬上救护车，另1名女孩则需他人搀扶才能行走。同年10月份，肯尼亚当地学校的100名女孩也突然身体异常，出现无法行走、身体抽搐的症状。画面中显示，女孩们宛如被鬼附身，即使被送到医院后，身体抽搐仍未停止，状态极为恐怖。这些遍布全球的集体中邪事件持续引发恐慌，恶鬼上身专挑女学生的假说也越来越多。然而，随着类似案例的增多，专家们逐渐总结归纳出科学层面的解释，这些恶鬼上身事件背后并非超自然力量作祟，而是一种名为群体性歇斯底里的心理疾病，表现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在相互影响下出现相似的身体症状或行为异常，通常由心理压力、社会文化因素及暗示作用触发。
由于主要影响神经系统，爆发过程中常出现喊叫、奔跑、精神错乱、哭泣、奇怪动作等诡异行为，当事人往往精神状态恍惚，宛如被灵魂附体。在学校、孤儿院和工厂等封闭环境中，小而紧密的群体间尤其容易发生群体性歇斯底里。不过，对于专家的这种解释，我仍觉得过于牵强。毕竟，专家的观点也受限于其自身的认知范围，一旦超出认知范围，人们总会试图寻找各种合理的解释。然而，这种行为或许只是作茧自缚，限制了我们对世界、对宇宙的探索。这段诡异的监控视频来自于印度一个网友的分享，拍摄地点位于印度瓜廖尔市。据说，不少人家都通过监控录像捕捉到了一名模样奇特的女子身影。这名女子穿着传统的印度服饰，总是在夜深人静之时于街头漫无目的的徘徊，还时不时地随意按响各家各户的门铃，随后便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某天深夜，瓜廖尔市的一户人家，其监控记录下了这名女子行走在街上的画面。ओ भैया देखो जी घंटी भी बजाई है इसने जी घंटी बजाई देखो जी तमन आंटी की हाँ नहीं भैया इसकी थाने में सूचना देनी पड़ेगी हाँ भैया जी भैया अब ये तुम्हारी बात सत्य साफ नहीं आ रही यार इसकी दूर से बोलते हो तेरे मोबाइल में साफ आएगी क्योंकि वो छोटी सी बता हाँ देखो अब ये आ रही है इनकी भी बजाएगी अब देखो इनकी बजाएगी जल्दी हो पहले इनकी बजाएगी ओ तेरी भैया जो घंटी बजाएगी देखो हाँ अब देखो तुम्हारी देखो और उसने बैककर भी खुद को नक लग रही भैया देखो 如你所见，当这名神秘的女子出现的时候，小巷里的一头公牛被吓得拼命逃窜。只见那女子缓缓走进一户人家，当她伸手去按门铃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手臂居然变长了。很显然，这并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对此，网友们纷纷发表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个女子或许是一个女巫，亦或者是个精神病。然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她为何每天晚上都重复着按门铃这件事情？特别是警方多次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却每次都扑了个空，根本找不到那名女子的踪迹，这无疑为整个事件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恐怖的色彩。某天深夜，一名保安查看监控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影，于是他通过对讲机联系上正在巡逻的同事，叫他过去查看到底是什么人在那里。可当同事赶到现场时，却没有看到有任何人。但是接下来他却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东西。监控画面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看起来似乎只有一双腿，它快速地沿着楼梯往下奔跑，消失在了黑暗之中。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从保安惊恐的反应来看，这绝不会是一个人类。YouTube 的博主 Project Darkwood 分享了这段诡异的视频。这个博主的频道主要是探索超自然现象为主。事情源于一位网友给博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大致内容是，这位网友在丛林中多次碰到一只疑似传说中的大脚怪的恐怖生物。为核实此事，博主某天晚上前往该地进行调查。It's mostly just quiet. Apparently they're building a subdivision over that way. Huh. Oh. What the hell was that? Ooh. Something walking. Oh, shit.
Okay, all right. Okay. 正如你所见，一个眼睛发着红色光芒的巨大黑影突然在灌木丛中出现。看到这一幕，博主惊恐万分，拔腿就跑。过后，博主又发布了一个后续视频，对这个奇怪的生物进行了分析。Here, this frame, you get a really good shot of his abs, and there is, definitive musculature. You can really make out some of the detail here. And then in the further frames, like you can make out pecs, bicep. There's this kind of shape here. There's like a sternum, and then this kind of pectoral muscle deal. And then it was a lot harder to see in the previous, unaltered footage, but there's definitely like abs and pecs there. And if you squint really hard, you can kind of see like thigh muscles and stuff. I'm gonna go ahead and play it at 0.2 times speed, so we can really get into this. But, okay, so he steps forward, another step forward. All the time he's just kind of sneering, showing his teeth, which from what I hear is a pretty common behavior for them in showing aggression. And that was the distinct vibe that I got in the moment. He's standing there, he sees me, shows his teeth, steps forward, and this is where it kind of managed to hold the camera still for a split second before bolting. And you can really, in these like well-lit shots, you can really kind of see the musculature going on here. Just this huge deltoids. Quite a powerful animal. This is not a small guy. This is a big boy. Oh, okay, something new I just noticed. You can make out the definition of his nose. 博主分析，这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大脚怪。但是很多人还是质疑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有可能是人伪装而成。然而，博主却坚称自己的经历是真实的。那么这段视频是否为大脚怪的存在提供了确凿证据呢？亦或者这只是一场设计好的恶作剧？ Oh, okay, all right.